大家好，我是小小，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最近我回顾了一下我们频道之前的影片，细说伊朗神权与王权的交织，里面提到伊朗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巴列维王朝的开国者理查汗实行了强制摘除头巾命令，而理查汗效仿的偶像就是我们本集即将重磅登场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今天这一集的剧本真的就是一部极度刺激的高风险地缘政治大片呢。对了，在故事开始前，请记得一定要先帮小小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分享出去哦，谢谢大家啦！细说土耳其第5章：帝国的黄昏与独立战争。前言：终极豪赌。上一集，小小带大家看了鄂图曼帝国在19世纪那场漫长又惨烈的生存长征，从坦治迈特的自上而下改革，到陷入西方列强的国债陷阱，沦为欧洲病夫，最后由满怀救国狂热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透过革命夺取了帝国大权。然而，这群年轻军官接手的不仅不是拯救国家的良药，反而是一个处于解体边缘的庞大烂摊子。当历史走到了西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是在欧洲点燃。面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大战，实质掌握帝国政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做出了历史上最惨烈、最疯狂的一场地缘政治豪赌。这场豪赌即将把400年的大帝国推向彻底解体的皇权路上。第一部分：地缘孤立与降维打击。绝望的宣战，大国夹缝中的生存游戏。大家可能很奇怪，为什么土耳其明明已经衰弱成这样了，还要主动凑热闹跑去打一战呢？其实，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鄂图曼帝国面临着四面八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孤立。在此之前，帝国才刚在巴尔干战争与意土战争中惨败，直接丢光了在欧洲几乎所有的领土，连北非的利比亚也保不住。在西方列强眼里，这个庞大又虚弱的帝国根本就是一块香味四溢、待宰的肥肉。当时，大英帝国、法兰西第3共和国与俄罗斯帝国结成了协约国阵营。对鄂图曼来说，这真的是超级致命的噩耗。因为北边那个宿敌俄罗斯帝国，数百年来做梦都想吃掉鄂图曼的首都伊斯坦堡，夺取黑海海峡的控制权呢。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袖恩维尔帕夏 Enver Pasha 非常清醒，他知道如果继续保持中立，等到一战结束后，战胜的列强一样会把鄂图曼像切蛋糕一样瓜分干净。为了活下去，帝国其实一开始还低声下气地向英法寻求结盟呢，结果却被他们冷酷地踢开了。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刻，只有德意志帝国为了牵制英法俄，向鄂图曼递出了橄榄枝。西元1914年10月，2艘由德国赠予鄂图曼的先进战舰直接驶入黑海，轰隆轰隆地炮轰了俄罗斯帝国的港口塞凡堡，位于现代克里米亚。这声震耳欲聋的炮响，正式宣告鄂图曼帝国把全副身家押宝在德国身上，加入同盟国阵营。大家可别以为这是盲目的好战哦，这其实是一场利用德国爸爸的实力击退俄罗斯威胁，顺便收复失地的绝地反击策略呢。2工业革命的碾压，残酷的降维打击，但是科技的代差实在是太巨大了。大家还记得1517年吗？鄂图曼帝国可是靠着当时最顶尖的大炮与火绳枪，对传统马穆鲁克骑兵实施了热兵器对冷兵器的超爽降维打击。结果风水轮流转，到了1914年，大英帝国与法国端出来的，居然是点满了第2次工业革命科技树的现代化黑科技。此时的英法联军的装备是什么概念？是每分钟能扫射数100发子弹的马克沁机枪，能直接跨越壕沟的钢铁怪物坦克，大口径的速射野战炮，还有在天空进行侦察与轰炸的双翼飞机。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更是拥有一排排称霸全球的无畏舰超弩级战舰。天啊，这完全是碾压的等级吗？反观我们的鄂图曼帝国，因为常年的内部撕裂与政治内耗，本质上还是一个缺乏重工业基础、老百姓识字率极低的传统农业帝国。
火炮、弹药甚至零部件都要眼巴巴地等德国补给，连国内唯一的战略铁路巴格达铁路都还没盖完。在多线战场上，土耳其士兵只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硬扛英法联军的钢铁洪流。虽然土耳其军队在加里波利半岛靠着险要地势与超惨烈的牺牲，奇迹似的挡住了英法联军的抢滩，但在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现代的伊拉克与黎凡特、现代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战场上，面对英国高度机械化的后勤与火力的狂轰滥炸，鄂图曼军队根本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全面溃败。西元1918年，同盟国阵营彻底瓦解，油尽灯枯的鄂图曼帝国只能无奈宣布投降。到了西元1920年，协约国强迫软弱的苏丹政府签署了极具屈辱性的塞夫尔条约，签署于现代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市。这份条约简直是要把土耳其人彻底亡国灭种。阿拉伯领土被英法瓜分干净，黑海海峡被国际共管，甚至连土耳其人的龙兴之地安纳托利亚半岛其精华的沿海地区，像是现代土耳其第3大城伊兹密尔，都被希腊、意大利和法国军队直接踩在脚下了。曾经不可一世的中东大魔王，此刻真的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生死悬崖边缘。第二部分，不败战神凯末尔。以凯末尔的背景与赫赫战功，就在整个民族即将灰飞烟灭的绝望时刻，一位在漫天硝烟中崛起的军事天才帅气地站了出来。他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 （Mustafa Kemal）。凯末尔出生于萨洛尼卡，位于现代希腊的第2大城色萨洛尼基，毕业于帝国最顶尖的陆军战争学院。他可不是那种坐在冷气房办公室里的政治军官哦，他是一位在泥泞与血泊中一步步打出来的实战型基层指挥官。在一战爆发前，他就已经参与过北非抗及意大利的激烈战争了呢。而真正让他一战成名、名震天下的，就是1915年超经典的加里波利战役。当时大英帝国海军与纽奥军团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进攻，企图直接攻陷伊斯坦堡。在最危急的生死关头，时任上校的凯末尔亲自站在最前线指挥。当他看到前线士兵因为弹药全部打光而准备撤退时，他竟然下达了一道违反常识的送死命令：我不是命令你们去进攻，我是命令你们去死。在我们牺牲的时间里，其他部队和指挥官将会赶来顶替我们。哇，这人是战神还是死神呀？凯末尔身先士卒，甚至在战场上连胸口的怀表都替他挡下了一发致命的子弹。他那钢铁般的意志与神级的战术眼光，硬生生把英军死死挡在海滩上，保住了首都。他也因此被尊称为加里波利的英雄。随后，不管是在高加索对抗俄罗斯，还是在叙利亚防线狙击英军，凯末尔都是他那一代将领中极少数从未吃过败仗的顶级战神。2. 深入内陆与列强的矛盾。正因为拥有这种无与伦比的军事威望与霸气，当伊斯坦堡的苏丹朝廷选择向列强低头，甘愿当个窝囊的傀儡时，凯末尔直接霸气地选择抗命。西元1919年，他只身一人深入安纳托利亚内陆的荒凉小镇安卡拉，也就是现代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重新组织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发动了惨烈至极的土耳其独立战争1919至1922。不过这时的土耳其军队缺枪缺炮又缺钱，面对得到英法全力支持、气势汹汹向内陆推进的希腊军队，凯末尔展现出了极其高明又冷静的外交杠杆手腕。他直接盯上了北方那个同样被西方列强围剿的新政权——苏联。3赤色盟友的立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时候，北方的俄罗斯经历了1917年10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列宁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苏联。新成立的苏联废止了旧帝国的一切条约，明显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相左。此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仅爆发了红军与白军的惨烈内战，还遭到英、法、美、日等西方列强的外国武装干涉。在列宁大叔看来，西方列强扶植希腊瓜分土耳其，目的就是想把黑海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花园，进一步扼杀出生的苏联。
而凯末尔发动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战争，简直完美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啊！这是一场典型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极致现实主义结盟。西元1921年，双方签署了莫斯科条约，苏联站在赤色革命的立场上，给了凯末尔新政府最关键的续命仙丹，那就是海量的黄金卢布以及源源不绝的步枪、大炮与弹药补给。得到了苏联爸爸的大量输血后，凯末尔终于有了跟西方代理人决一死战的底气了。西元1922年，凯末尔在萨卡里亚战役中彻底击碎了希腊军队的狂妄攻势，随后发动大反攻，一口气把希腊军队通通赶进了黑海里洗澡。凯末尔用子弹与铁血，硬生生把侵略者轰出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第3部分，魏石模不用负塞夫尔条约的责任。打赢独立战争后，整个国际政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法律与政治问号：土耳其明明是一战的战败国，难道凭自己发动一场独立战争打赢了，就可以拍拍屁股不用履行塞夫尔条约的割地赔款责任了吗？小小告诉大家，答案是没错，真的不用。因为凯末尔用手里的枪杆子直接撕毁了旧条约，硬生生迫使列强在现实利益面前低头看清残酷的现实。如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拆解，主要有3个最核心的原因。一、新政权的合法性替代。大家要知道，塞夫尔条约是由伊斯坦堡那个傀儡鄂图曼旧苏丹政府签署的。凯末尔打赢战争后，随即在西元1922年11月霸气宣布，正式废除统治了400多年的苏丹君主制度，直接剥夺了旧朝廷的合法性。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成了土耳其唯一的合法代表。新政权直接枪明，那是前朝傀儡签的卖国条约，我们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一概不承认了。2、协约国阵营的内部瓦解。而且在独立战争期间，英、法、意这些列强内部自己就撕破脸了。法国和意大利发现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无限膨胀，严重抢到了自己在中东的利益，于是法、意两国暗中跑去跟凯末尔妥协，率先撤军，直接让大英帝国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尴尬处境。3、英国无力承担第2次一战。最关键的是，当凯末尔的铁血大军横扫希腊军，直接推进到英国军队驻守的黑海海峡时，著名的查纳卡莱危机，大英帝国面临了极度痛苦的抉择，到底是要为了强行执行塞夫尔条约，但要跟战神凯末尔爆发一场全新的大规模战争呢，还是乖乖坐下来重新谈判？当时的英国在一战后经济大崩盘，国内厌战情绪高涨，殖民地如印度等又乱成一团，根本完全无力再去承受一场代价高昂的远征了。西元1923年，西方列强不得不吞下屈辱的苦果，乖乖邀请凯末尔的新政府前往瑞士洛桑，重新召开和平会议。在谈判桌上，双方签署了全新的洛桑条约。这项条约直接把那份企图肢解土耳其的塞夫尔条约扔进了垃圾桶。西方列强正式承认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独立与主权边界，并且免除了土耳其绝大部分的战争赔款与军事限制。凯末尔用战场上的胜利赢得了谈判桌上最顶级的尊严，他向全世界展示了国际政治中最冷酷、最真实的真理：条约的本质根本不是法律，而是战场上的实力。结语：狂人手术的序曲。鄂图曼帝国这个曾经横跨欧亚非的顶级大魔王，经历了一战这场终极豪赌，最终在血泊中迎来了属于他的葬礼。然而，从帝国废墟中顽强站起来的现代土耳其，虽然保住了安纳托利亚的核心版图，却也彻底失去了他曾经统治了400年的中东与巴尔干行省。历史的巨刀不仅切断了帝国的辽阔疆域，也彻底切断了土耳其与过去辉煌历史的政治连结。世俗的苏丹制度已经被凯末尔送进了历史垃圾堆，洛桑条约也顺利为新国家完成了接生。但此时，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头上还
还悬挂着最后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超级大符号，那就是象征全球穆斯林最高精神领袖的哈里发头衔。手握绝对威望、崇尚极致实用主义与西方科学的战神凯末尔，怎么可能容许这个旧时代的幽灵继续干政呢？一场比当年血洗新军还要疯狂100倍，直接针对整个民族信仰与社会基因的狂人手术，即将在安卡拉拉开序幕。下一集，我们将进入第6章，凯末尔的狂人手术与被关进笼子的信仰。看看这位不败的战神是如何一刀切断上千年的哈里发制度，并创立宗教事务局，把神圣的信仰强行驯化为领取国家薪水的体制内公务员。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小小今天带来的硬核历史，请一定要帮小小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分享出去哦。小小会非常感谢大家的。我们下集见咯，拜拜咯。